弓箭手准备。伯兄，皇妹，这待你不薄，说，你为何要背叛朕？你爱吃的糕点，俺从来不跟你抢。你喜欢的东西，俺都让着你。你说你为什么要背叛呢？你还记得你1岁的时候，俺叫你玩球吗？说，你为什么要背叛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倒是让我说呀！你别说了，俺不想听。你知道被最信任的人背叛有多痛吗？说，你为什么要背叛呢？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呀？既然你不说，朕也不逼你。意图谋反，罪不可赦，杀！李青烟又死了，对，你没听错，是又死了。哎呦，这事说起来就糟心。自从执行攻略李衍的任务，他都死3回了。系统空间内，肥肠，你说这个李衍是不是有病？我是在帮他，这人脑子有坑吧？杀了我3次。李青烟气得脑袋哭冒烟。第一是她是敌国公主，帮助李衍获得情报，结果呢被李衍陷害是细作，把他脑袋砍了。第二是她成了李衍的小妈之一，哎呦，那是说尽了李衍的好话，结果这家伙脑子有病，搞什么朱雀门事变，他们这些妃子全部喝了毒酒。第三是她成了李衍的皇妹，助他夺位，结果人家给他来个什么贤妹扶我青云志，上岸掐死小妹妹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，说他是父皇派来的奸细，又把他杀了，还万箭穿心。哎，也真是怪不容易的。哎，你说死这么多回，换谁也受不了。所以李青烟现在啊，他情绪不太稳定，他想掐死李衍。哎呀，宿主，就剩1次机会，要不容咱俩都得死。既然这样，老娘当他亲自生的孩子。宿主，你搁这儿找死嘞！古代男子生产，那你可都成妖物了。你不懂李衍，就这样决定。跟我斗，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，往往不是你亲近的人，而是你的敌人。勤政殿内跪着5个太医，一个个低着头，满脸都是汗。他们身后就站着4个手提刀剑的黑衣人。自从1个月前李衍和战神将军燕旭一夜醉酒后，那脾气就相当之暴躁，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更是呕吐不止。有人就猜了，是不是那燕旭给李衍下了慢性毒药啊？可是几个太医轮番诊脉，也诊不出个所以然呢。一直到今天，那太医院的刘太医去给皇帝请平安脉，结果请出个喜脉，不是你说这不扯呢吗？才又把几个人叫过来，结果还是这样。如今太医院院士正在诊脉，如果还是那他们这些人的脑袋怕是保不住了。说，是喜脉。李衍顿时睁眼，抽出一旁的剑，啪就搭在赵正的脖子上。朕乃是男子，如何来的这喜脉？那赵正也没见过这种事儿啊，那对吧？男子哪有可能生产呢？这不符合常理吧？他其实想说的是，你这肚子里可能是个妖胎，但是他敢说吗？你借他个胆他也不敢说呀。那九族不是租来的吗？眼前这个人呐，那可是屠杀了兄弟，逼退了太上皇才坐稳这个位置的。他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能幽禁，谁的命在他眼里都不值钱呐。滚！都给朕滚出去！陛下不喜他人议论自己的事情，有些话不该说。
但凡透露出去半个字儿，诸位的家眷怕是要受苦了。哎呀，懂，那太医这还能不知道吗？就这种事儿，你让他说他也不敢说呀。他活够了啊，玩什么不好，玩酒足消消乐呀。就一个个灰头土脸的都走了。寝宫内异常的安静。阿姨，去买一副堕胎药。啊，锁住，他想弄死你！我吃了保命药丸。唉，想让我死，他想得美。想不想生已经轮不到他来决定。来福端着苦涩的汤药走到窗边，李衍站在这儿许久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陛下，药来了。李衍身形一僵，端起碗一口闷。后宫已经有了4位妃子，皇子有3个，皇女也有2个。这孩子要是女子所生，那留也就留了，家哪个皇帝还没个荒唐事儿呢？可他偏偏托生在他的肚子里，那就不行。锁住，醒醒！哎，我也日他呆，锁住醒一醒！等老娘出生，那个抓药的小子，老娘弄死他丫的！再说赵正，连忙写了几个方子让人抓药，那是一碗一碗又一碗的药从外头送进来，全进了李衍的肚子里。这一折腾就折腾到后半夜，李衍的脸色才缓过来。这动静不小啊！4妃之首的静妃站在外面等了很久。陛下只是吃错了东西，如今不想见其他人。娘娘，您还是请回吧。放肆！你也敢来本宫？若是陛下出了什么事情，你这个狗脑袋顶什么用？我自然是不敢的，只是我打小只听陛下的话，陛下说什么是什么。您说呢，静妃娘娘？好得很。哼，回宫。来福挺直了腰背，冷冷地扫过外头守门的众人。你们都给咱家睁开狗眼睛看看，这儿是什么地方？你们的主子是谁？咱们永荣的皇帝是谁？再叫不相干的人靠近，你们的脑袋也就甭要了。狗奴才，等本宫有朝一日登上后位，定要教你好看。一直到天快亮了，赵正才松了口气。谢天。哎呀，这完犊子了，孩子是打不掉了。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，李衍不得不留下肚子里这个孽障。嗷嗷吐啊，他活活吐了10天。吐完之后呢，他就没啥反应了。他有的时候吧，甚至会忘记他肚子里还有一个人。好了，几个月下来，李衍也算摸清楚自己这孕吐的规律了。只要不闻那些个庸脂俗粉就没事儿。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他就过起了清心寡欲和尚般的生活，再也没有进过后宫。姐姐们难道没发现陛下最近有点反常吗？可是哪个小妖精迷住了陛下？陛下刚刚登基，励精图治，咱们少去打扰也是好事。哼，段妃妹妹倒是冷静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想着闺阁时的青梅竹马。各位妹妹，这里不是王府，是后宫，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，各位忘了吗？都是妹妹嘴快，说错了话。妹妹，咱们都是为了陛下好，以后不能乱说。陛下刚刚登基不久，咱们要是乱说话，岂不是给陛下增添麻烦？陛下身边就算有什么人，也不是咱们可以过问的。后宫如今没有太后，又没有中宫，咱们就只能自行约束。陛下子嗣单薄，只要对方不做出误国误民的事情来，将来也是咱们的姐妹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大家各自散了。
段飞就悄悄带人绕了远路去了勤政殿。来福，哦，娘娘怎么来了？可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段飞往那勤政殿瞄了一眼，来福多精啊，他立刻就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。陛下没事儿，只是最近一段时间都不会去后宫了，娘娘放心。你听听这话说的，你看人来福那情商，要不说他能做陛下面前第一大牛马呢，那真不是一般人。他这话什么都没说，但是好像又说了些什么。反正段飞点点头就走了。赵正替他把了脉，又看了看肚子，要生了，快去准备。陛下，您放松下来，要不然喝不下去呀。刀片划破他的皮肤，他能感知到刀片和皮肤的触碰。李青烟只觉得自己接触到一阵凉风，然后就被像拎小鸡儿一样拎了起来。这两声哭泣让外头的燕絮捕捉到，他嘴角勾起。这个哭声一听就不是个脾气好的主，不知道是哪个妃子生下的孩子，或许是个没有名分的女子。燕絮站在门口，皇城内是啪咻啪，烟花亮起，照亮新年的夜空。又是新的一年，李眼靠在床头上，脸色苍白，空着的那只手慢慢爬到婴儿柔弱的脖颈，缓缓用力。陛下！睡梦中的李青烟感觉到危险，忽然醒了，哭了两声。那撕心裂肺的哭泣声让李眼清醒，又松开了手，让来福抱走。上乳娘喂饱。小婴儿不吃东西那是很危险的，要死的。来福抱着孩子过来。不吃东西，哼，死了也是他的命，自己都不想活，那就掐死喽。你个狗东西，有没有良心？我是你亲自生的，你个老东西！小崽子骂朕呢。他居然听懂了。去，再叫过来几个乳娘。李庆言，你要是不吃东西，就等着饿死吧。狗东西，又威胁我，老东西！为了防止李眼真的弄死自己，李青烟忍着吃了奶。站在一旁的来福看到这一幕，又可算松了口气。李眼愿意给孩子一个名字，那就意味着这孩子的小命算是保下了。这小公主也是命大呀。你好好照看公主。这是皇宫里的三公主，乳娘们没有见过她的母亲，但是知道皇帝对这孩子不一般，那都是贴身照顾的。生病的李眼在15这一日终于露了面。李眼带着人浩浩荡荡到了温眠殿。都起来吧，李眼，你的后宫是不是该扩充一下了？近些年边界不太平，百姓疾苦，朕没必要选妃。这天下是朕打下来的，要是没有朕，李眼，你以为你能坐在这个位置上？父皇，朕也是12岁开始跟着您一同打天下，不然如何解决的先太子兵变呢？你个逆子，你的亲兄弟们都被你杀了，李眼，你也不得好死。说完一甩袖子走了。李眼冷嗤一声，他不杀他们，死的就是他自己。父皇母后偏爱先太子，宠溺小儿子，唯独对他这个老二是不冷不热，甚至有好几次太后想杀了他。他身体里的余毒到现在都没清完呢，他为了保命连内力都不能使。看着太上皇那副嘴脸，李眼只觉得可笑。闹到这个地步，他也没有心思跟他们团个屁的圆。刚走出温眠殿，就有小太监匆匆来报：小公主不见了！封锁宫门，直到找到小公主。就这样，从天亮找到天黑，还是没有李青烟的踪迹。乳娘被杀死，门外守卫来往的宫女太监居然没人发现。
不对，俺养的小崽子哪有那么容易死？这味道好生熟悉，这不是在修真界时魔修的味道吗？飞叉，这里有魔修，而且这个味道是专门用小孩血肉修炼的魔修。因为前几次任务失败，程序崩塌，导致几个世界观混淆了。啥呀？就这么刺激的吗？这是将简单的古代世界提升到了地狱级别，他咬牙切齿。李显这个狗爹真是坑人。不对，我不是只失败3次吗？宿主，你知道的，我是个残次品，控制不住世界观。美味。那女的啊，不是那女鬼，露出獠牙，奔着李青烟的脖梗就去了。飞叉，我的防护罩！要说李青烟还是有点家底的，他在修仙界的时候攒了不少宝贝，可惜吧，在这普通的古代世界他用不了。现在魔修都有了，那些东西要再不让他用，那他就没有天理了。宿主，只见这獠牙触碰到金色的屏障，被弹开，但这玩意儿只能抵挡1次。李青烟现在是什么？他是个婴儿，那小短胳膊短腿儿，你给他武器他也没法用。看着那女的张着比他的身体还要大的嘴扑过来，李青烟闭上眼，死定了，他这一次都来不及长大。飞叉，对不起，看来咱俩必死无疑。预想的死亡并没有降临。大胆，居然敢在京城行凶！不一会儿，地面上窜出无数只老鼠，燕旭一把抱起李青烟，这些东西非人力可挡。飞叉，兑换除魔符。小婴儿的手臂举着小玉佩，给他。小婴儿也不会说话，就只能发出的声音。给我！瞬间老鼠们灰飞烟灭，那个女鬼飞扑而至，也被他一剑扎进心脏，伤口处瞬间亮起青色的光芒。不愧是我选的另一个爹，好样的！一路小跑，带着李青烟往将军府去。不愧是将军，轻功了得。日他爹呀，宿主小心点，别一会儿晕轻功了。我知道。他现在是一小孩，真的吐了再把自己呛死，那他恐怕要被排进宿主最搞笑死亡方式排行榜的榜首。他可不想被系统们永远记住。丢银，管家都看呆了。这小娃娃还挑人，和二公子一样，小时候就要将军您这个哥哥抱着喂羊奶才喝。这小家伙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的，跟小猪崽似的。将军没有孩子不知道，这小娃娃就是这样，等到会跑的时候就开始闹腾，想要他睡觉都不行。这孩子包被瞧着也是富贵人家，将军是哪里找到这个孩子的？是被一个女子绑架的。我路过的时候听到那个破屋里有孩子哭，感觉不对，我就进去了。那女子有些奇怪啊，明儿再说吧，今儿的孩子就留这儿了。哎，也不知是哪家的孩子，这孩子手里那块玉佩已经融入了我的剑里，我应当还一个才对。这边将军府内是岁月静好，皇宫，我的个老天爷，翻天了！母后，朕的孩子去哪儿了？您手上沾染了那么多鲜血，您说佛祖会保佑您的往生咒吗？大哥、三弟、四弟还有五妹会接受您的好意吗？是他们的母亲鼓动他们夺位，结果被杀了。李岩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一个冷血的怪物？残杀自己的兄弟姐妹，这种人
不配活着，你的孩子也该死。我儿死了，母后您的母家也别想活。你说外族一家会不会在死前诅咒你呢？要不是你对一个婴孩动手，也不会葬送他们的命。我给你半刻钟考虑。来福在一边燃起一根香，太后浑身发抖，是气的，也是怕的。李衍是个疯子，他真的能做出屠杀他外族一家的事儿来。时辰到了，看来母后还是想不清楚啊。这时殿门从外头打开，太上皇哒哒哒哒哒冲进来。阿芷，那个孩子被带到哪里了？快说吧。陈郎，救救我父亲他们。母后还是没想明白。那既然如此，周家也别存在了。那女子在城北破屋，喜欢以幼儿为食。他没有看向他们，只是随着他离去，殿门被缓缓地关上。李衍翻身上马，白色骏马咯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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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城内驰骋，身后的禁卫军被他落下不少。李衍眉头紧锁，这种地方怎么能配得上俺的小崽子呢？人呢？京兆府尹连忙行礼，他听到有纵马驰骋的声音才出来，哪里能想到会见到皇上呢？陛下，这屋子里的女子已经死了，被我们带了回去，尸首在京兆府。俺问你孩子呢？孩子？府尹懵了，什么孩子呀？哦，他忽然想起燕絮抱的那个婴儿。哎妈呀，这下惨了！最近皇帝和战神将军不和睦，那谁不知道啊？府尹硬着头皮说：“在将军府。”李衍周身寒气缭绕，翻身上马，咯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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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唉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燕絮，你胆子真是够大的呀！见过陛下，臣不知是陛下前来。屋内君臣一站一跪，不说话。啊，好压抑啊，飞叉。宿主，你想多了。要是延续给你生出来，那你跟燕家人都得死。哎，算了，他有点困，正想睡觉，却被李衍抱起来。看到这张熟悉的脸，他下意识翻了个白眼儿。哼，小崽子都闹翻了天了，你还敢瞪朕？李青烟现在也就是不能说话，要是能说话，他张口就骂他。要不是那些人算计你，我能遭这罪吗？这个孩子就是小公主。起来吧。陛下，臣不知这位就是小公主。不知者无罪，是不是提心吊胆，以为朕为了兵权要杀了你？臣的一切都是陛下给的，哪怕是这条命，只要陛下想要，随时可以拿走。知道这个孩子的母亲是谁吗？臣不知。你的确不知。要是你知道，就该死了。燕絮的脑子都不转了。可是李衍后宫的事儿，他哪知道啊？除了那几个有名分的妃嫔，哪个归属于哪个派系，他是清楚一点的。那其他的事儿，你说你问他一个外臣，你不扯呢吗？这是朕的孩子。不是，你等会儿。他猛地抬头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我想的那样吗？男子生子，天下奇闻啊！自爆了！李衍这个疯癫的家伙要做什么？飞叉，他是不是生孩子生傻了？这种事情爆出来，他容易被当作要挟啊！要是有人借此动摇他的根基……宿主你等等，别急着当人，况且另外一个也是恁爹了。而且你不是不在乎李衍生死吗？一，他是我的攻略对象；二，我现在是婴儿，他要是死了我怎么办？再死一次？
臣，你在怕死？臣不怕死，只求陛下饶过燕家其他人，还有白虎大军。燕将军与其担心旁人，不如担忧一下自己。这孩子可不止一个父亲。燕旭的手又是一抖，他和李衍认识多年，这孩子是……那天晚上喝完酒以后，他俩就生疏了，是他冒犯了李衍。啊！臣罪该万死。哎呀，燕旭叩首啊，能让他活到现在，已是李衍善心大发。冒犯天子，那不是九族都得给你磨成粉，这是天大的罪孽。完了，这疯子要杀人！我倒是想杀了你，可觉得留着你会更有用一些。从今日起，你要听命于朕和青烟。望着远去的队伍，燕旭深深吸了口气，对管家道：所有给我说亲的帖子全部退回去。从今日起，我便不会成亲，也不会有子嗣。将军，老将军和夫人去世前最大的心病就是您呐，希望您可以有妻有子啊。家中还有弟弟和妹妹们，他们有家就可。他有孩子，但他不能说，那个孩子只会是李衍一个人的孩子，而他要做的就是臣服，用一生去赎罪。燕家大郎从此一生孤独终老，永无子嗣。再说李青烟这一次失踪，真是吓坏李衍了。自此勤政殿是大换血，李衍那是时时把李青烟就拴在他的裤腰带上，就连上朝都抱着。你说带孩子上朝，我就问问你，你听说过没有？反正我是没听说过，大臣们也不同意啊。那最后还怎么样呢？李衍三两句就给怼回去了。那孩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陛下日日都带在身边，连后宫都不进了。陛下要护着的人，你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话说这一去屁的，就3年一晃而过。小祖宗，您慢点，慢点儿。小崽子在干什么呢？然后被拎了起来，和李衍四目相对。李衍，你放我下去！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能惯着他。公主要干什么，你们都纵着。怎么的？要月亮你们也给摘下来不成啊？屋子里，父女二人，一个站在龙椅上叉着腰，另一个站在一侧冷着脸儿。小崽子，都说了多少次了，不可乱跑。李衍，你凶什么凶啊？我不就是出去玩吗？我要上学你不让，那我做什么？你还太小，如今才3岁。若想读书启蒙，朕就可以教你啊。天天说教我，可这些我都看过了，学完了，连上面的字我都会写了。没想到短短几日，这孩子居然学会了这么多。真不愧是俺生的孩子呀，就是比别的孩子聪明，什么都学会了。等忙完了这段时间，我再教你如何呀。忙什么？李衍，你这个话说了好多次了，大骗子！李青烟白他一眼，向外跑。小崽子，陛下消消气儿，小公主聪颖，这样的孩子难免调皮点。都是惯的，就该用戒尺多打几下。陛下，公主才3岁，年岁小，经不住打。今日奏章已经送来，礼部尚书刚到外边，陛下可要宣见吗？有事说事，别吼了。怎么就生了个这么个玩意儿呢？小崽子，说到底中么了？来福，叫太医！哎呀，李衍真怕他把自己哭昏过去。赵正是被侍卫扛过来的，看李青烟嘴唇都紫了，忙给他扎针。小殿下，忍一忍。几针下去，李青烟才止住打嗝。哎呦，
赵正擦擦额头的汗水。小殿下可不能这样哭啊，容易出问题的。陛下恕罪，小殿下没事了，也不必吃药，就是别再哭就好。说完，赵正行礼退下。哎呀，李青言呐，都说了多少次了，不准无理取闹啊！你在干什么呢？又哭什么呀？谁给你受委屈了啊？爷，你个大骗子！你说的除了我娘，谁也不会当皇后的。可现在你就是要娶皇后了，你个大骗子！我没有娘，是不是你就要别人当我的娘？李青言，不准无理取闹！李岩，你就是个坏人。其实刚说出来，李岩就有些后悔。可是看李青烟这么哭，他手足无措，转身就出了寝殿，让来福领着工人看着他点儿。哎呀，小主子哟，别哭喽，别哭喽！再这么哭下去，眼睛该哭坏了。李岩是个大骗子，是个坏人，我不要理他了。小主子可不能这么说呀，陛下可是最疼你的。飞山，明天我要出去会一会那个皇后。锁住。飞沙要说话，结果就听到李青烟绵长的呼吸，只能叹了口气。哎呀，人类真是奇怪，身体是小孩，人类心理年龄也会变小呀。我也没有删除他以前的记忆呀，只是奇怪奇了怪呀。陛下，要将小殿下抱到大殿上吗？让他继续睡，安排这人看着点儿，别让那小崽子又闹起来了，别让小崽子往后宫跑，免得他被哪个不长眼的给冲撞了。飞差，我要出宫。李青烟爬上椅子，拿起那个专门为他定制的小毛笔，在比他人还大的一张纸上写下“我出门会后娘”这6个字儿。没人，嘟嘟嘟嘟嘟，跑到柱子后头，从袖子里咻掏出一张符纸，转瞬间密麻麻轰消失不见了。他大摇大摆地向外走，正好是下朝的时候，他在人群中准确找到了燕絮。跟在他身后，他不知道哪个是他后娘，就只能找燕絮帮忙找人了。燕絮不愧是武功高强的武将，几次反复看向身后，一旁同僚见他往后看，也看过去。燕将军，这是……啊，没什么，眼花看错了。啊，李大人，咱们边走边说。宿主，俺的娘嘞！你看你又跟不上，就白出去了。这眼看着都该过年了，果子可不少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李青烟就跟在一个走得最慢的人后头。到了宫门口，才发现他跟的是老太傅。太傅，您慢些。本官可以自行走，不必搀扶。不过他去过一次燕府，凭着记忆也不会出错。隐身符是有时效的，到了时间就渐渐消失了。李青烟靠在一个柱子上休息，眼前出现一男的。小娃娃，要不要吃糖？看着那糖，李青烟要接。男人脸上带着结的笑，眼睛里是一种要得逞的兴奋。他拔腿就跑。别跑啊！飞差！听到一旁有读书声，他想也不想就钻进去，砰的一声和人撞上。小哥哥，那人是拐子。莫怕，放开我家孩子！你这一身连着斗篷带子都换不来，滚出去！男人也不装了，冲过来要抢李青烟。他觉得这就俩小孩儿，他们一起给他卖了。抱着李青烟的少年一个闪身躲过去，一脚踹在男人膝盖处，砰的一声，这男的双膝跪地。拐卖女人和孩童，按照大禹律例判腰斩。臭小子，放开老子，要不然老子弄死你！严培章，可是发生何事？周先生。周先生有些好奇，问他谁呀？我叫李青烟，这个人是拐子，要拐我，是小哥哥救的我。
周先生正要叫人报官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那人就跑远了。周先生皱着眉，刚才大意了，没给他摁住啊！你说这种拐子，那不知道害多少人呢。可现在懊恼也没有用啊，只能问李青烟：“你是谁呀？你家住哪儿啊？”裴章，去送送这个孩子，我会同院长帮你告假。有劳先生。坚持哪儿能困龙？将军府的大门高得很，严斐章踮起脚才敲响。老管家瞧得眼生，只是问：“你们是谁家小孩啊？”圆圆的小手里握着一个小巧的令牌。爷爷，给你看。这难道是将军的私生女？今日不是燕旭当值，本该早早回府，只是燕旭刚到宫门口就被拦下了，被请去了勤政殿，还没上台阶，就听到里头训人的声音：“你们的脑袋都别留着了。”哟，这谁惹他了？又气成这样？早朝的时候明明来报说西边打了胜仗，李衍今天很高兴啊，这怎么一回勤政殿发这么一大通火？进门一看，好嘛，大殿里夯不啷当跪了一地的人，宫女、太监、侍卫一个个低着脑袋装鹌鹑。参见陛下。李青烟不见了，调兵在城内找他。陛下，忽然调兵会让城内人心惶惶，皇城乃是重点，非大事不可动兵啊。那是朕。陛下。哎呦，你可闭嘴吧你呀！来福公公吓得赶紧出声阻止他说下去。都给朕滚下去！陛下，臣以生命起誓，必会找回小殿下。发誓？不是你生的，是死是活都与你无关是吗？陛下，臣有东西送来。燕将军府上来人送来这个，说是一个穿着红披风的女娃娃到了府上，让燕将军尽快回府。这是臣送给小殿下的。小畜生居然敢自己跑到燕府！来福，准备出宫。陛下，您消消气儿，小殿下在臣府上是安全的。李青烟打了个喷嚏，他就觉得有人在骂他，手里拿着糕点，小口小口的吃。管家让侍女带他睡觉去，李青烟却是摆摆手：“我要等燕旭回来。”严斐章端正地坐在一张椅子里，腰背挺直，远远望去，那妥妥一副世家公子的模样，哪怕粗布麻衣也掩不住这一身的贵气。李青烟想把人留下，养在身边好好培养，到时候也能帮他。可是这个严斐章脾气有些倔，把他送到将军府就要走，要不是他拼死拦着，人早就跑了。燕旭回来了，小短腿快速向外倒腾。糟了，续字还没说完，就看见一双绣着龙纹的鞋。李爷，你放开我，你个坏人！陛下。李衍抬手示意他闭嘴，把小团子放在自己腿上趴着，然后啪啪啪几巴掌落在他屁股上，奇耻大辱。不张口，大众喊朕的名讳，可知道是什么罪呀？跟朕回宫。我不要！李青烟咚用滚的方式爬下来，像一颗小炮弹冲进了燕旭的怀里，搂住他的脖子。果然还是燕旭情绪稳定，李衍这个疯子，当爹当娘都要人命。李衍大发慈悲，挥挥手让他平身。过来，回宫。我不回去，你有了皇后以后，要嫡子嫡女，就不要我这个没娘的孩子了。你都说了，没人比得过我娘，你骗人，你就是不想要我了。我不回去。陛下，臣先带小殿下缓一缓。下去。李衍挥挥手，有些烦躁的揉揉眉心。这什么小崽子跟他吵架，给自己吵得哭得不行，他连话都还没说呢，这怎么就成罪人了？屋子里一时间只剩下来福陪着李衍。陛下，小殿下虽小，但是聪颖异常，让他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也就不会同您闹脾气了。你带人领着他
把白玉如意给刘瑶送去。她不是要去见未来皇后吗？让她见。我叫阿瑶前来领赏。不必了。这位是？我叫李青烟，奉我父王之命，送白如意给未来皇后，亲自送到房内。原来是小公主。管家，给小公主带路。一进院门，李青烟就觉得不对头。这院子里的东西新的吗？都没有生活的痕迹。你说这姑娘要出阁之前，怎么也不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住吧？除非原本居住的地方是让外人看不得的。我奉父王之命，给刘小姐送白玉如意来。刘小姐，这是给您的。谢陛下赏赐。李青烟仗着个儿小，看到了藏在袖子里的疤，他向前一步，一个不小心踩到石子儿，扑向刘瑶，顺势扯了一下她的衣领，看到领子下的疤痕，李青烟眼睛瞪得溜圆。哪个好人家会这么虐待自家姑娘？而且一身伤的人怎么会当皇后呢？哎呦，小殿下，我的小殿下哟！啊，小殿下哪儿疼啊？不疼，没事。告了别，离开了刘府。但是这一路上李青烟都很沉默，没有来时的抱怨，坐在马车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儿。爹，我回来了。玩够了啊，现在就会宫吧。燕旭，明是领着那孩子一同出宫。严斐章，对吗？今日住在将军府，明日同我一起去面授。多谢燕将军。李雅，刘瑶会死吗？若是旁人听到这句话会很奇怪的，因为这是一个3岁孩子问出来的，会让人觉得惊慌失措，是不是孩子吓着了？但是李衍却淡定，他知道李青烟看懂了。不会，他本不受重视，脑子又比旁人慢些，在宫里没有威胁。可是看着刘瑶一生都活在算计里，李青烟生出了一种悲凉。他不想也被如此对待，所以他必须要把这老登踹下去，然后自己登上皇位。想明白之后，李青烟扔了一本《孙子兵法》到李衍的怀里。给我念书，我要睡觉。能听懂吗？不如找个先生教你如何呀？先生，我可以和他们一样上课啦。你不同他们一起，给你个权利，自己挑选老师。那我要好好学。说着说着，声音越来越小，还不等李衍念书，他就小崽子。温柔的声音在夜空回荡，可惜没有人听到这个疯批帝王还有这样的一面。小殿下醒了，陛下正在见燕将军和严小公子。李青烟躲在书架的后头，想看看李衍见严斐章要干什么。跟随先太子造反的严琦之子。李衍这一句话让李青烟浑身一哆嗦。我的乖乖，这严斐章居然是这么个身份呐！先太子一党早就九族萧萧啊，不是，那不能叫九族萧萧了，九族连连看，了解一下，挑挑拣拣就灭他那一只，那一只都铲除干净了，没想到还剩下一娃。是，草民是严琦之子。不怕朕杀了你吗？而这个邵玉振呢，原本是韩非为三皇子李青衍选的人，为了这件事儿，他是上上下下花了不少钱，打点了不少人。现在好了，让截胡了，他怎么能不生气呀？你说这宫里孩子那么多，就只有李青烟特殊，是皇帝亲自照顾长大的。一个野孩子而已，凭什么就越过我们这些妃嫔的孩子？哎呀，小殿下慢点走，小心摔倒。再说这边，2名青衣宫女跟着李青烟，这俩一个叫翠竹，一个叫翠萍，是李衍专门派过来看着他的。要是这货再往外跑，这俩宫女也得受罚。他今儿心情不错，打算给老登摘点梅花放在花瓶里。李青烟听到有人说话，就往前走了走，就见乌泱泱的一堆人。
其中的韩妃、静妃他见过，只是旁边那个女人看着更年轻，一身装扮是才人的位分，如今挺着个大肚子，那就是刘才人了。姐姐们就会拿我打趣，陛下说了，是男是女都好，他都喜欢。后宫子嗣众多，如今又要添个小家伙，大家伙儿都挺开心。哎，这话你品，你细品，我给你翻译一下，意思是多你一个又不多。韩妃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个肚子，像条毒蛇。最近李衍挺喜欢这个刘才人，而韩妃，李衍有日子没见他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讲，这后宫的女人斗争起来那老可怕了，跟地狱似的。他刚要走，咯吱，一脚踩在了树枝上。谁在那里？出来！见过静妃娘娘、韩妃娘娘。和这些人哪有话说，只能行完礼打算告退。可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也不知道从哪里窜出一只野猫，冲进了人堆里。李青烟就只觉得肩膀被人推了一下，身体的惯性冲着刘才人撞过去。他个子小，只能撞到刘才人的腿。可现在刘才人挺着大肚子吗？这身后的宫女没有扶住，两个人一起滚到了地上。肚子疼！去请太医。既然姑姑，我要去表姨母那里，我要见表姨母。有人要害我的孩子，我要见表姨母，快！寿康宫乱成一锅粥了，里屋刘才人痛苦的哀嚎声不停地传出来。你说这7个月大的孩子能不能生出来，并且能不能活下来，这是个大问题呀。那会儿又没有儿科，又没有保温箱的。静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母后，此事是个意外，青烟也是不小心。一听到李青烟这个名字，哦呦，那太后直接伸手打断静妃的话，死死盯着站在不远处的小孩。不愧是野种，到底是没有规矩。太后一张嘴是半分情面也不留，直接开骂。李青烟眯了眯眼睛，你说你指桑骂槐呢？看着是骂他，其实是透过他骂李衍。哼，果然呐，能生出李衍这个疯子的女人，她也是个疯子。为了另一个儿子3番5次要杀这一个儿子，上几世都是这样。李青烟缓缓睁眼，完了！你们猜是什么？那是灵位，先太子的灵位。畜生！你和李岩一样，都是畜生！来人，给哀家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但是宫女们现在可不敢听太后的，为什么呢？你们忘了先太子是怎么死的了？他是因为谋逆罪被砍头的，所以他是个叛党。李衍是畜生！李青烟眯着眼睛从宫女的身边走过去，一脚就踩在先太子的灵位上，然后蹦了几下。李衍是畜生的话，那你就不该在这里，你该去死！太后娘娘应该想一想，自己供奉一个反贼是什么罪名。说着，他又在牌位上跳了几下。李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说他是畜生，你要是什么？这时屋子里咔咔咔咔咔跪了一地，连忙说不敢不敢。把人带进来。陛下饶命啊，饶了奴婢的命吧，是太后娘娘，这一切都是太后娘娘指示的。这女人谁呀？大家都认识，太后身边的老人儿，精通药理，一直给太后调理身体。说是太后娘娘说，陛下宠爱刘才人，就要让他的孩子死掉，这样陛下才会知道失去孩子有多痛苦。刘才人的孩子无论什么时候生产，都是活不下来的。满屋寂静啊，刘才人瞪大了眼睛，就觉得自己耳朵是不是听错了。表姨母，你告诉我，这都是假的，是假的。表姨母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
您和我母亲可是表姐妹啊！